Hello， 大家好，我是 Venus， 欢迎来到 Coffee Talk。在这一集的 Coffee Talk， 我喝的是蜂蜜柠檬水。这一集就如标题所见的，就是金钱忧郁。那我通常呢，每一个月经来之前呢，都会有比较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像今天也是月经快要来的时候，然后肚子就有一点不舒服了，然后身体也开始体温有点升高，然后比较容易累，然后心情没有很好这样子。我通常在月经来之前呢，都会有这样子的感受，所以我已经蛮习惯了。在我习惯之前呢，我上网查了一些相关的文章，然后我就发现到了原来还有叫做月亮周期这回事。我在认识月经周期之后呢，我才发现原来生理男性和生理女性的能量分布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在收听Coffee Talk 的听众呢是生理男性的话，或许你们每天能量最高的时候就是一早起床，早上开始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效率最高，然后慢慢到了晚上呢，你的能量就渐渐降低了。所以如果你那一天晚上你可能加班到8点、9点、10点，你回到家之后，你就会觉得你的能量归零。但是呢，当你睡饱之后，隔天起来呢，你可能又会觉得满血回归。但是如果收听 Coffee Talk 的听众是生理女性的话呢，你可能有些时候你会感觉到能量充沛，然后心情很好，会想要社交，然后在工作上面你可能效率很高。但是呢，过了几天你就发现今天的效率不如预期，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很沮丧，或者是做事提不起劲这样子。那其实这就是因为我们的生理周期呢，不是以一天24小时为单位，我们的生理周期大概是28天为单位，也差不多是1个月一次周期。那大家听到这边可能会联想到1个月一次，那不就是我们的月经周期吗？通常大家讲到女性的周期只会联想到月经，但其实生理女性呢，她不只会在每一个月经历那7天的月经周期，其实在这一整个月以来呢，会经历4个不同的周期阶段。那我在比较了解这4个周期之后呢，我就比较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我有时候就是提不起劲写我的论文，或者是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就是进入心流，然后做事效率特别高，也比较想要向外社交，和别人交流等等的。我会比较了解大概自己能量低的时候，能量高的时候分别是什么时候，好好善用自己的能量，做在这个能量范围内可以做的事情。那我就简单跟大家分享这4个周期，我会把月经期放在最后。第一个周期叫做滤泡期，在滤泡期呢，你的雌性激素水平会升高，然后也促进你的排卵，所以在这个周期你也可以称它为排卵期。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如果你是以1年4季为比喻的话，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万物重生的春天。在这个时候呢，你的情绪状态是比较好，比较开朗活泼的，然后比较善于社交的，然后你的身心灵都会觉得整个状态非常的好。你可能觉得在这个时候呢，你的皮肤有开始变好的迹象。通常在滤泡期，我会借着慢慢回升的能量，开始着手进行一些新的尝试，或者是写在清单当中，然后一直拖延没有做的事情，我就会开始着手进行。好啦，那刚刚讲到春夏秋冬嘛，那再来下一个阶段黄体前期呢，就有点像是春夏秋冬里面的夏天。那在夏天呢，所有事情都变得特别的活跃，然后精力也非常的旺盛。大家在夏天可能会去冲浪、去游泳、去浮潜，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那在这个黄体前期呢，大概差不多也是1周左右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呢，你的黄体激素开始增加，然后继续维持你的子宫内膜的生长。那在这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心情呢，就像夏天一样，就是非常的积极，非常的活跃。
这时候你就开始可以推展进行一些很重要的事项、很重要的计划。在前一个周期滤泡期的时候，你可能做了一些新的尝试，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始大量的投注你的精力和能量，好好善用这时候最高的能量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做一些需要你的智力上的能量或者是体力上的能量的事情。那我通常会运用黄体前期呢，努力阅读我的相关文献，然后在书桌前好好的冲刺我的论文。那接着刚刚讲完黄体前期呢，我们就来到了黄体后期。在这个阶段，黄体后期呢，也就是我们夏天转秋天的时候啦。到了秋天，我们可以看到树上的叶子开始慢慢转黄了，然后天气也没有像夏天那么的阳光耀眼。在这个黄体后期的阶段呢，你的黄体激素就开始下降咯。那黄体激素下降呢，就会导致你的情绪出现比较明显的波动，你可能比较容易觉得沮丧、愤怒、焦躁、焦虑不安等等的情绪。在这时候呢，可能也会连带影响你的工作效率，没有像前面2个周期那么的好，那么的活跃。你可能会开始懒得从事一些劳力上面的活动，或者是开始减少你的社交。在这个周期呢，我们常常会称之为金钱症候群，或者是金钱忧郁。那我在开头说的，我现在就是在这个阶段啦，就是开始会觉得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那在这个阶段呢，目前我会尽量安排多一点休息时间，会开始减少我每天要做的待办事项的工作量，然后不要太苛求我每天一定要完成所有的事情，不要太苛求我一定要像前面2个周期的时候一样有非常高的产值。在这个阶段开始到下个阶段，其实休息是非常重要的哦。除此之外，你也可以选择一些比较不需要劳力的休闲活动，你可以看看剧啊，或者是散散步等等的，让自己可以用比较省力的方式达到充电。我们春夏秋冬过完了，最后我们就要来到冬天咯。那冬天就是我们的月经期啦，也就是这4个周期的最后一个周期。那在这时候呢，我们子宫内膜就会脱落了，也就是我们的月经就来啦。在这个阶段呢，你的情绪又会明显的更加低落。你在跟身边的人交流的过程中，你可能不免会觉得很焦躁，会很想要发怒。那这时候你可能也需要请身边的人多多包涵。当你更了解你现在在这个阶段，你可能也会比较可以尊重自己会有这样子的情绪，而不是在你情绪一来的时候开始责备自己怎么会出现沮丧啊，出现比较易怒的情绪。我通常会在月经周期这几天呢，停止我的运动，然后听听 podcast 或是看 Netflix 来抒发一下我的情绪。好啦，那以上呢就是这一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生理男性和生理女性他们的能量分布差异。身为生理女性呢，其实你在1个月会经历4个不一样的周期来影响你的身体和你的情绪能量。当我们更清楚了解这4个周期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能量之后呢，那其实我们在工作上面呢也会比较得心应手。你可以知道如何好好的善用我的能量周期，我们也比较能接纳自己每一个不一样的情绪。现在手机非常方便，我在月经来的时候，我都会记录大概是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记录久了，手机它就会自动帮你算出非常精准的你下一个月会在什么时候来，然后除了你的月经周期，它也会告诉你的排卵期是在什么时候。那有了这个追踪呢，其实我大概可以抓到说，我每个月的这一周呢，就是我的能量比较高的时候，然后我可以善用这一周好好的从事高强度的运动，或者是我可以多多去社交，去外面旅游走走，或者是我会趁能量周期比较高的时候，好好冲刺我的论文。像是我现在正处在金钱症候群的阶段，那我就比较能预测说，我在这一周就会经历这样子的阶段，然后也比较能去包容接纳自己可能会感到比较焦虑或者是情绪低落等等的。当我可能真的能量低到我没有办法完成我每一天计划好的待办清单，我也比较不会去苛责自己。在这个周期还有月经期呢，我就好好的休息，减少我的身体上面的劳动。下一个滤泡期呢，我又可以满血回归了。
如果大家对于这一集的能量周期或者是金钱症候群有任何的想法的话呢，你都可以分享在 YouTube 的留言区哦。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内容呢，你可以帮我到 YouTube 按个赞，或者是呢分享给可能也需要也喜欢这一集内容的好朋友。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